我和姐姐共用一副身体整整20年了，她长在左边，控制着大部分的身体机能；我挤在右边，像个寄生在美玉上的毒瘤。姐姐云乐生的极美，像盛开的牡丹，而我因为养分不足，脸色总是透着一股死人般的清白。为了遮住我这丑陋的半边身子，姐姐总是穿得宽大厚重，在外人眼里，她不过是个驼背的怪异妇人。这天，我们在后山的断头崖下采药，宽大的斗篷将我们臃肿怪异的身体遮得严严实实。远远看去，像个畸形的驼背农妇。西西，别乱动，有人朝这边过来了。姐姐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救命！微弱的呻吟从乱石堆里传来。姐姐拨开杂草，看到了一个受伤的男人，一身被撕裂的长衫，满身是血的倒在石缝里，腿骨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弯曲。姐姐别管闲事，我们赶紧走。我冷冰冰的开口劝阻，姐姐却愣着没动。她痴痴地看着宁伯安，手不自觉地抚上了自己的脸颊，那是她唯一引以为傲的地方。就在这时，宁伯安艰难地睁开了眼，他看到了斗篷下那2个紧挨着的脑袋。我以为他会失声尖叫，或者大骂我们是妖孽怪物，可他只是颤抖着伸出带血的手，抓住了姐姐的指尖，眼神里满是脆弱的哀求。救救我，求你了！姐姐的身子猛地僵住了，那是她20年来第一次被一个男人如此渴望地注视着。姐姐顶着巨大的压力，把宁伯安拖回了我们隐居的山洞。这本是我们躲避世人的阴暗巢穴，如今却因为多了一个男人，突然变得像个家了。姐姐简直像疯了一样，整天没日没夜地进山寻药，只是为了给宁伯安熬一碗接骨的续骨草。她不顾我的反对，徒手去攀爬满是荆棘的峭壁，她的左手被划得鲜血淋漓，连带着我也疼得钻心。夜里我疼得睡不着，看着她借着微弱的月光，小心翼翼地给昏迷的宁伯安擦拭额头的冷汗。值得吗？西西，你不懂。姐眼底闪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那是名为希望的毒药。今天她醒了一次，她问我名字，她说乐儿这个名字听着就像春天的花，她只是在讨好你，因为她现在是个废人，只有依靠我们才能活。我毫不留情地戳穿姐姐的手，顿了一下，随即轻笑。就算是讨好，我也认了。半个月后，宁伯安能下地了。他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伤好之后就落荒而逃，或者露出嫌恶的嘴脸。相反，他表现得太完美了，完美的像是一个精心编织的梦。他是个读书人，也是个落魄的世家公子。他会坐在洞口，用树叶吹出好听的曲子。他会给姐姐讲山外的十里红妆，讲京城的繁花似锦。他甚至会帮姐姐梳头。最让我感到可怕的是，他对待我的态度，他没有直接无视我，也没有表现出恐惧。每当他看向我们时，他的目光总是极其精准地落在姐姐那半张脸上，眼神温柔缱绻。而当视线不得不扫过我这半边时，他会流露出一种恰到好处的痛惜和礼貌，仿佛我不是一个怪物，而是一个得了重病的需要被包容的病人。宁伯安坐在夕阳下，手里拿着一个刚削好的木簪，轻轻插在姐姐的发间，然后对我微微颔首。允喜姑娘今日气色似乎好了些。这种被当人看的错觉，不仅让姐姐彻底沦陷，甚至连我偶尔都会产生一丝动摇。难道这世上真的有不看皮囊的圣人？明郎，你的腿还没好全，别久坐。无妨，能陪着你们再久都值得。姐姐羞涩地低着头，脸颊绯红。宁伯安温柔的笑，握住姐姐的手。乐儿，等我腿好了，带你出山吧。出山？姐姐惊喜又惶恐。可我和妹妹这样子，会有办法的。宁伯安的眼神忽然变得深邃起来，他看着姐姐，指腹轻轻摩挲着我们心口的位置，那是2颗心脏紧紧挨着跳动的地方。我家传一本医书，上面记载了一种古法，或许能治好你们的病。姐姐激动得差点跳起来。真的吗？你是说喜喜能好起来，还是说我们能分开？宁伯安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深深地看着姐姐，那目光里包含着太多复杂的情绪，爱怜挣扎，还有一丝藏得很深的狂热。乐儿，若是能分开，你想做什么？我想清清白白的嫁给你。姐姐脱口而出，随即羞得把头埋进胸口。宁伯安笑着伸出手，将姐姐揽入怀中，我的脸被迫贴在她坚硬的胸膛上，听着她沉稳有力的心跳声，她在姐姐耳边承诺：我也想让你完整的属于我，只有你。姐姐沉浸在幸福里，没有听出这话里的深意，但我听到了。那不是爱人的心跳，那是猎人看到猎物落网时按捺不住的兴奋。那天晚上，宁伯安第一次主动提出要给我们熬药。这是调理气血的头汤，喝够749天，身体就能达到最佳状态，到时候才能施展医术。他端着药碗，笑容温润如玉。我看着那碗黑漆漆的药汁，又看了看姐姐那一脸幸福的模样，心里的不安像野草一样疯长。宁伯安在山洞里住了快1个月，这1个月里，我和姐姐为了养活他，存粮几乎见底。眼看就要入冬，断头崖的气候变幻莫测。那天，一场夹杂着冰雹的暴雨毫无征兆地袭来，雨水倒灌进山洞，淹没了我们的脚踝。不行，得往高处搬。姐姐急得团团转，她想背宁伯安，可我们的身体本就笨重，再加上要在泥泞中行走，根本背不动一个大男人。别管我，你们先走。宁伯安推开了姐姐的手，脸色苍白的靠在湿漉漉的石壁上。我腿脚不便，是个累赘。乐儿，你带西西走，我不走，要死一起死。姐姐哭喊着，死死拽着她的衣袖。我冷眼看着这一幕生离死别，心里烦躁至极。别演了，
再不走都得淹死在这儿。扶着他，慢点挪。我们好不容易搀扶着宁伯安挪出了山洞，外面的世界却更是炼狱，狂风呼啸，暴雨如注，山路滑得像抹了油。就在我们经过一段狭窄的山道时，意外发生了，上方的泥土因为暴雨松动，几块巨大的碎石裹挟着泥浆滚落下来，让我们僵在了原地。眼看一块尖锐的落石就要砸中我的脑袋，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右侧，一道白影猛地扑了过来，闷响声就在我耳边炸开，没有预想中的剧痛，只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溅在了我的脸上。我震惊地睁大眼，看到宁伯安整个人趴在我身上，他用并不宽厚的背脊硬生生替我挡住了那块落石。姐姐吓傻了，宁伯安脸色惨白如纸，额头上全是冷汗。他没有看向姐姐，而是看向我。西西姑娘，没伤着吧？乐儿说你最怕疼了。他虚弱地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我脑子里轰的一声，20年来所有的危险都是姐姐扛，或者我们一起扛，从来没有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男人会为了保护这半具畸形丑陋的身体而不顾自己的性命。他救的不是姐姐，是我。是这个一直对他冷言冷语、时刻提防他的云喜。我张了张嘴，嗓子里像是堵了团棉花，一句刻薄的话都说不出来。宁伯安伤得很重，新伤加旧疾，让他发起了高烧。我们在高处找了个破庙，暂时安身。姐姐守着火堆给他烘烤湿衣，而我破天荒的没有出言讽刺。西西，他是个好人，对不对？姐姐一边掉眼泪，一边小声问我。他刚才救了你。这次我沉默了很久，终于低低的嗯了一声。或许是我错了吧，或许他真的是个读书读傻了的痴情种，爱屋及乌，连带着也想保护我这个妹妹。后半夜，宁伯安醒了，他烧得迷迷糊糊，嘴里还在说着胡话。别怕，别怕。他不安地挥动着手，我下意识地握住他，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死死攥紧我的手指。确切地说是姐姐的左手，但我能感觉到那种力度。他闭着眼，眉头紧锁，像是陷入了某种执念。乐儿，我一定要治好你们。那本双生录只有他能救你们。我要让乐儿穿上最好看的嫁衣，我要让喜喜也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梦中无谎言。我那颗坚硬冰冷的心终于裂开了一道缝隙。庙门外突然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老大，这边有火光！3个身穿蓑衣、腰间挎着钢刀的男人闯了进来，他们满脸横肉，眼神凶狠，一看就不是善茬。姐姐吓得一声尖叫，下意识地把黑袍拢紧，试图遮住我们怪异的身体。这庙里还有人？领头的刀疤脸狞笑着走进来，目光在姐姐露出的半张绝美侧脸上扫过，淫邪一笑，还是个小娘子。下一秒，当他看清黑袍下还有一颗脑袋时，脸色骤变，刀疤脸厌恶的后退一步，随即眼中凶光毕露。什么鬼东西？双头妖孽，这种怪物留着也是祸害！兄弟们，宰了他们！就在那钢刀即将劈下来的瞬间，一只满是血污的手撑着地面挡在了我们面前。是宁伯安，他连站都站不稳，却硬是撑着那条残腿挡在了刀疤脸面前。几位好汉？宁伯安的声音虚弱，却透着一股诡异的镇定。求财而已，何必伤人性命？滚开，死瘸子！刀疤脸不耐烦地举起刀，我闭上了眼，准备调动身体里最后一点力气殊死一搏。然而预想中的刀并没有落下，因为宁伯安突然做了一个动作，他举起脖子上的玉佩，在刀疤脸眼前极快地晃了一下。那个动作非常快，姐姐正捂着眼哭，根本没看见，但我看见了。我的右眼虽然视力不好，但对光影极为敏感。那玉佩上似乎刻着一种奇怪的纹路，像是一条盘旋的蛇，又像是一把弯曲的刀。刀疤脸举在半空中的刀猛地顿住了，他眼中的凶狠瞬间变成了错愕，紧接着露出深深的忌惮，甚至是恐惧。宁伯安立刻收回玉佩，大声咳嗽起来，借此掩盖对方的反应。他压低声音哀求：“这位大哥，那人身患恶疾，乃是难得的药引。我是说，我是大夫，正在为他医治。不出3日，这病就能好。若是此时见了血，坏了药性，岂不可惜？”他的话听起来语无伦次，像是在胡乱找借口保命，但那刀疤脸却像是听懂了什么黑话。他狐疑地看了宁伯安一眼，又看了看我们，最后收起了刀，脸上的杀气诡异地消散了。会，既然是带病的药罐子，嘿，老子就不碰了。转身对那2个手下挥手，走去别处看看，别沾了这一身穷酸病气。3个凶神恶煞的强盗竟然真的就这样走了。山神庙里重新恢复了死寂，姐姐劫后余生扑进宁伯安怀里大哭：“宁老，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我们要死了。”宁伯安温柔地拍着他的背：“没事了，乐儿，他们只是求财，看我们穷就走了。”不对劲，太不对劲了！刚才那群人明显是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怎么可能因为一句有病就放过我们？还有宁伯安刚才说的话，不出3日这病就能好。如果是对姐姐说，这是安慰，可为什么我觉得那更像是他在对那群人许诺一个期限？宁伯安，我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宁伯安看向我，目光依旧清澈温润。西西姑娘，怎么了？是不是吓到了？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想从中找出一丝破绽。刚才那个人为什么看到你的玉佩就不杀了？宁伯安面不改色，
甚至还无奈地苦笑了一下，从怀里掏出那块玉佩递给我看。那只是一块很普通的平安扣，上面并没有什么蛇或者刀的纹路，只有几道摔裂的痕迹。西西姑娘看错了，哪有什么特殊的玉佩？这是我家传的平安扣，刚才我只是想拿它换条命，没想到那强盗嫌弃这玉碎了不值钱，又怕染病，这才走的。解释的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姐姐在一旁责怪道：“西西，宁郎拼了命救我们，你疑心病怎么这么重？”我看着那块碎裂的玉佩，又看了看宁伯安那张写满无辜的脸，到了嘴边的质疑最终还是咽了回去。也许真的是我看错了吧，毕竟雨夜光线昏暗，血迹斑斑，可是那股萦绕在心头的不安，却像这山神庙里的阴影一样，怎么也挥之不去。不出3日，我在心里默默重复着这4个字。3日后，究竟是我们的病好了，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要来了？接下来的2天，宁伯安带我们去了一处更为隐蔽的山坳，那里有一眼寒泉，终年冒着白气。宁伯安说，这里的泉水配合他的独门药方，能软化我们的筋骨，为最后的分离做准备。乐儿洗洗，喝了它。宁伯安端来一碗红的有些妖异的汤药，那汤汁粘稠，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甜味，像是烂熟的果子，又隐约夹杂着一丝铁锈般的腥气。姐姐二话不说，仰头就喝了一大半。她舔了舔嘴唇，脸上浮现出一抹不正常的红晕。好甜，宁郎，药真好，喝下去身子都暖了。宁伯安微笑着接过碗，将剩下的小半碗递到我唇边。西西姑娘，该你了。我看着那红色的汤汁，本能的抗拒，那股腥甜味让我胃里一阵翻涌。我不喝，我冷冷的拒绝。西西，别任性，宁郎为了采这几味药，手都被荆棘划破了，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姐姐在那边抱怨，宁伯安没有生气，他的动作很轻，轻轻捏住了我下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硬。他凑得很近，近到我能看清他眼里倒映出的那个丑陋的我。听话，这药里有曼陀罗和麻沸散，喝了它你的右腿就不会痛了。我知道你每逢阴雨天，右边的骨头就像针扎一样疼，对吗？我愣住了，这件事我只在深夜痛极时在心里默默念叨，连姐姐都不太清楚。因为痛感虽然共享，但她总是睡得很死。她是怎么知道的？我夜里起夜，听见过你咬着牙忍痛的呼吸声。宁伯安似乎看穿了我的疑惑，声音温柔的像是在吼一个闹别扭的孩子。喝吧。那一刻，我心理防线再次塌陷了一角。我张开嘴，任由他将那碗清甜的药汁灌了进去。药液入喉，确实不像我想象中那样苦涩，反而有一种让人飘飘欲仙的暖意，迅速蔓延至全身。1刻钟后，药效发作，并不是昏迷，而一种极致的松弛。我感觉到我和姐姐共用的这个身体变得像棉花一样软，原本因为畸形而蚀刻，紧绷的肌肉彻底放松下来，连那种时刻伴随我的骨痛也消失了。宁郎，我好像飘起来了。姐姐眼神迷离，像是喝醉了酒。我也感觉眼皮越来越沉，意识却异常清醒。这种身体不受控制，灵魂却被困在躯壳里的感觉，让我感到一丝莫名的恐慌。宁伯安，我含糊不清地喊他名字。我在。宁伯安的声音从上方传来，恍惚间，我感觉一只冰凉的手抚上我们2颗头颅连接的后颈处，那里是我们身体最脆弱，甚至神经最密集的地方。平时就连姐姐碰到我都会觉得痒和难受，可现在宁伯安的手指在那里缓慢地游走按压，指尖冰凉，带着某种审视的意味。骨骼惊奇，纹理相连。他低声喃喃自语，语气里没有了平时的温情，反而多了一种工匠面对一块好木料时的严谨和痴迷。这皮肉的韧性比我想象中还要好。我努力想要睁开眼看清他的表情，但眼皮重得像灌了铅。你说什么？我费力地挤出几个字，宁伯安的手指猛地停住，下一秒那种冰凉的审视消失了，温热的气息扑在我的耳边，他又变回了那个温柔的情郎。我说你们的身体恢复得很好，明天就是第3天了。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根针扎进了我昏沉的脑海里。明天，那是他对强盗许诺的期限。月月如圆盘，山里的夜风很大，吹得树影婆娑，像无数只张牙舞爪的鬼手。姐姐睡得很沉，那碗红汤的药效越来越强，她现在每天有10个时辰都在昏睡，醒来时也是痴痴傻傻的，只知道喊宁郎。我也很困，但我不敢睡，因为那股强烈的不安感像一条冰冷的蛇，死死缠绕着我的心脏。半夜我听到一阵细微的金属摩擦声，非常轻，像是剪刀开合的声音。我挣扎着将右眼的眼皮睁开一条缝，借着透过树洞洒进来的月光，我看到了令我毛骨悚然的一幕。宁伯安没有睡，他跪坐在我身旁，正在量我们的身体，从姐姐的左肩量到我的右肩，从我们共用的心口量到背后的脊椎，他量得极其仔细，甚至连每一寸皮肤的弧度都不放过。左边丰润，右边枯瘦，若是从此处下刀，皮肉不够缝合。他一边量一边在手里的一本小册子上记录着什么，嘴里还在小声嘀咕，那语气不像是医生在诊病，倒像是一个裁缝计算怎么裁剪一块布料才能不浪费1寸好缎子。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我吓得赶紧闭上眼，屏住呼吸，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撞击着肋骨。一只手伸了过来，轻轻拨开了我右脸颊上垂落的发丝。宁伯安的声音悠悠响起，带着一种惋惜。可惜了，这右边的脸虽然丑，但颅骨的形状却是极好的，若是剥下来，
做成灯罩，透光性一定比左边的好。这一句话如同五雷轰顶，将我心里对他仅存的那一点温情和幻想炸得粉碎。灯罩、包皮，原来这就是他说的治疗，这就是他不嫌弃。他确实不嫌弃，因为在他眼里，我和姐姐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两块待宰的、有着不同用途的材料。我死死咬着舌尖，利用疼痛强迫自己保持镇定，绝不能颤抖，绝不能让他发现我醒着。不过还得再等等。宁伯安收回了手，合上了册子，语气重新变得轻快起来。那群买家明日午时才到，今晚得先把这颗病地心定住，免得明天取的时候血流太多，坏了品相。他从怀里掏出一根长长的、闪着幽蓝光泽的银针，那针尖对着我们心口的位置比量了一下，只需一针，封住心脉，既死不了，又动不得。他举起了针，就在那针尖即将刺入皮肤的瞬间，宁郎姐姐迷糊的呢喃突然响起。她在睡梦中翻了个身，控制着我们的身体猛地动了一下，这无意识的移动救了我们一命。宁伯安的手一抖，银针擦着我们的锁骨刺，入了身下的干草堆里。宁伯安瞬间收起银针，脸上的阴森表情瞬间消失，换上一副关切的面孔。乐儿，做噩梦了。姐姐揉着眼睛醒来，完全不知道刚才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我梦见我们要成亲了，好多人来贺喜。还有那天那个强盗，姐姐迷迷糊糊地说。宁伯安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指尖若有若无地划过刚才想下针的地方。傻瓜，梦都是反的，睡吧，明天就是好日子。姐安心地睡了。而我看着那根银针，看着那根藏在她袖口露出一点寒芒的银针，浑身的血液都冻结了。明天午时买家娶亲，原来那3个强盗根本不是走了，而是去叫人了。宁伯安不仅是个骗子，他还是个人贩子，是个要把我们拆骨剥皮卖个好价钱的恶魔。逃，必须逃！可是那碗红汤的药劲还在，我的半边身子根本不听使唤。姐姐又对他死心塌地，我该怎么做才能在这儿必死的局里杀出一条血路？我看着宁伯安那张在月光下俊美如神却心如蛇蝎的侧脸，慢慢握紧袖子里的那把匕首，那把他说留给我们防身的匕首。既然你要把我做成灯罩，那我就先用你给的刀挖了你的眼。天亮了，山里的雾气格外浓重。宁伯安起得很早，竟然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套崭新的红色衣裳，虽然布料粗糙，但颜色鲜红如血，透着一股诡异的喜庆。乐儿，喜喜，今日是个大日子。宁伯安满脸温柔，手里端着一碗清水和一方手帕。来，先把脸擦干净，把这新衣裳换上。姐姐还在药效的余韵中，眼神有些呆滞，但看到红衣裳，她的眼睛瞬间亮了。这是喜服吗？我们要拜堂了吗？宁伯安微笑着，动作轻柔地帮我们褪去那套早已脏兮兮的衣服。当我们的身体暴露在空气中时，我明显感觉到宁伯安的目光在我们胸口和脊椎连接处停留了很久，那种眼神依然像是在看一块肉，而不是一个人。喜喜姑娘也擦擦吧。她将湿手帕递过来，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避开我丑陋的右脸，反而擦得格外仔细。冰凉的帕子划过我的脸颊脖颈，最后停在了锁骨下方。紧接着令我毛骨悚然的一幕发生了，宁伯安拿出了一支极细的毛笔，蘸了蘸一种黑色的墨汁。乐儿，这是家乡的习俗，成亲前要画连理纹，寓意永结同心。他柔声哄着姐姐，笔尖却落在了我们2颗头颅连接的颈窝处，笔锋冰凉向下滑动，顺着脊椎划过胸口，最后收尾时，姐姐羞红了脸，以为这是情趣，但我知道那是切割线。她在标记下刀的位置，那黑色的墨线就像是屠宰场里给牲畜划分等级的印记，精准地避开了血管大动脉，就将我和姐姐的皮肉划分的泾渭分明。画完线，她端来了最后一碗早茶，喝了它，吉时就要到了。还是那股熟悉的腥甜味儿。姐姐毫不犹豫地张嘴要喝，我控制着右手，猛地在桌下狠狠掐了一把大腿的内侧，剧痛让姐姐手一抖，汤洒出来一些。怎么了？宁伯安眉头微皱，没什么，腿抽筋了一下。姐姐有些茫然地看着我，宁伯安没有多疑，重新将碗递到我嘴边。我死死盯着他，用尽全身的演技，装出一副认命且虚弱的样子，张嘴含了一大口。但在他转身去拿包袱的瞬间，我将那口含在舌根下的药汁悄无声息地吐进了宽大的红袖筒里。药效没有发作，我的神智依然清醒，但我必须装作瘫软，等待那个买家的到来。53克，一阵嘈杂的马蹄声打破了寂静。宁公子，货备好了吗？那个熟悉的粗嘎声音响起。哦，是那天在山神庙里的刀疤脸强盗，但他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着锦缎、满脸肥油的中年男人，以及2个抬着一口红木箱子的壮汉。姐姐看到刀疤脸，吓得缩进了宁伯安怀里。宁郎，他们怎么来了？他们是坏人啊！宁伯安没有像往常那样安抚他，他缓缓推开了姐姐，脸上那种温润如玉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市侩的冷漠。宁伯安没有理会姐姐的恐惧，而是直接看向那胖男人，周员外，钱带来了吗？3000两银票，一分不少。那个被称作周员外的胖子搓着手，贪婪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我们身上游走，啧啧称奇。果然是世间罕见的双生臂。这左边的美人皮，若是剥下来做屏风，定是绝色。这右边的鬼骨，
若是踢出来做灯盏，更是风雅。这句话像是一道晴天霹雳，狠狠地劈在了姐姐的天灵盖上。她僵在原地，难以置信地看着宁伯安，嘴唇颤抖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宁王，他伸手想去拉宁伯安的袖子，他们在说什么？你要卖了我们？宁伯安嫌恶地甩开了他的手。乐儿，别怪我。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眼神里只有冰冷的算计。我是读书人，读书是要花银子，进京赶考打点官场，哪一样不需要钱？这3000两足够我平步青云。你不是说要娶我吗？你不是说不嫌弃我吗？姐姐哭喊着，看起来凄厉而狼狈。宁伯安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嗤笑一声：娶你也不照照镜子，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畸形怪物，也配做我顾家的少奶奶？我这半个月对着你这张脸演戏，你知道我有多恶心吗？每次亲你的时候，我都得强忍着不吐出来，尤其是你旁边还挂着这么一个死人头。他指着我，语气恶毒。姐姐的哭声戛然而止，她的心碎了，那种巨大的悲伤和绝望顺着我们相连的神经如海啸般向我涌来，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痛得几乎窒息。好了，别废话了。周员外不耐烦地挥挥手：宁公子，动手吧，我要活剥的。这并蒂心必须在活着的时候取，离体时还要跳动，那才是大补。两个壮汉走上前来，粗暴地将我们按在一块平整的大青石上，那是他们准备好的屠宰台。放开我，宁郎，救我！姐姐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她不相信那个为了她挡落石的男人会这么绝情。按住！宁伯安从怀里掏出一把泛着寒光的手术刀，比之前那把匕首更薄更锋利。他走到我们面前，不再看姐姐的脸，目光专注地盯着早上画在姐姐胸口的那道黑色墨线。乐儿，别乱动。他的声音依然轻柔，让人如坠冰窟。这一刀下去，很快等取了心，你就感觉不到疼了。姐姐终于彻底崩溃了，她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哀嚎，那是被最爱的人亲手推向地狱的绝望。为什么要骗我？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到了姐姐意志的全面崩塌，她不想活了，把身体的控制权彻底抛弃了。而这正是我等待已久的机会。我猛地睁大了原本半眯着的右眼，死死锁定了宁伯安那只握刀的手。因为他本来就是个畜生啊，姐姐。我突然开口，声音不再沙哑虚弱，而是透着一股森然的杀意。宁伯安一愣，似乎没料到这时候我还能说话。你说什么？话音未落，我一直藏在宽大红袖筒里的右手里的那把被他亲手送给我防身的香宝匕首，带着我积攒的怨气和力量，狠狠地扎向了他的小腹。宁伯安瞪大了眼睛，低头看着那把没入自己身体的匕首，满脸的不可置信。你竟然没喝药！我握着刀柄的手用力一搅。宁公子，我说过，这刀我会好好用的。利刃入肉的声音没有预想中的惨叫，宁伯安只是瞪大了眼睛，瞳孔剧烈收缩，低头看着没入腹部的刀柄，又抬头看向我。我没有犹豫，趁着那两个壮汉愣神的刹那，我控制了这具身体，狠狠撞开最近的一人，连滚带爬的翻下了青石台，膝盖磕在碎石上钻心的疼，但我顾不上。刀疤脸反应最快，那口钢刀带着破风声劈我的后颈，躲不开了。姐姐的身体沉得像灌了铅，她彻底放弃了，像一具还有体温的尸体挂在我身上，成了我最大的累赘。在这电光石火间，我做出了一个赌命的动作，我没有闪躲，而是猛地调转刀尖，狠狠抵在了我们自己的胸口。停！一声变了调的尖利嘶吼，不是刀疤脸，是那个周员外。钢刀硬生生停在了离我头皮3寸的地方，我死死盯着那个满脸油汗的胖子。我的手很稳，只要再伸半寸，这颗价值3000两的并蒂心就会变成一滩烂肉。周员外吓得脸上的肥肉乱颤，死命的挥手示意刀疤脸后退。商人对货物损毁的恐惧比任何求饶都管用。宁伯安捂着肚子靠在树干，脸色惨白，他看着我，眼神里终于没了那些虚伪的温情，只剩下怨毒和不可置信。他大概怎么也想不通，那个被他像猪狗一样圈养用来挡灾的影子，怎么敢露出獠牙？我没有说话，只是冲他咧嘴一笑，笑容比鬼还难看。没有人敢动。在这场无声的对峙里，我手里捏着的不是刀，是他的命门。我一步步后退，每一步都像是在泥沼中跋涉，左半边的身体完全失去了知觉。宁伯安挣扎着想上前，却被我冰冷的眼神逼退。现在的我是一条被逼入绝境的疯狗，谁敢上来，我就咬断谁的喉咙，哪怕是同归于尽。我们退到了断头崖边，身后是深不见底的云雾，只有那眼含泉的水声在空谷中发出沉闷的回响。宁伯安捂着伤口，指缝里渗出的血染红了地面。他似乎想说什么苦衷，想再演一出情深意重，我根本不想给他开口的机会。谎言听多了，连耳朵都会生茧。我低头看怀里的姐姐，她双目无神地望着天空，像个破碎的瓷娃娃，哀莫大于心死。宁伯安的那把手术刀没扎下来，但他的话早就把姐姐凌迟了千百遍。没关系，我摸了摸怀里那本冰冷生硬的双修禁术，那也能剔骨洗髓的寒泉，就在这万丈深渊之下，是粉身碎骨，还是涅槃重生？周员外急得满头大汗，试图往前挪动步子，刀疤脸手中的钢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宁伯安眼底的杀意已经快要溢出来，前有恶狼，
后有悬崖。我深吸一口气，最后看了眼这个充满谎言和血腥的人世间，然后做了一个让他们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动作。我收起了抵在他心口的匕首，反手抱起了姐姐。那具冰冷的躯体，宁不安的瞳孔瞬间放大，在他们惊骇欲绝的目光中，我没有任何犹豫，向后仰倒。凛冽的山风瞬间包裹了全身，失重感如潮般袭来。悬崖上的惊呼声迅速远去，宁不安那张扭曲的脸在视野中飞快缩小，最终消失在茫茫云雾之中。没有死，寒泉水底光线幽暗，宁不安那几天的软骨药反而成了缓冲。但我知道，若不尽快行动，寒毒攻心也是死路一条。我拖着昏迷的姐姐，爬上一块凸起的岩石，拿出那本湿透的双生禁术，翻到最后一页。那上面画着一株奇异的植物，寒泉之底必生幽冥双生花，一地双花色如蓝玉，取其枝叶涂于连体之脉，骨肉自检，如花绽放。原来如此。宁不安只知道寒泉能软化筋骨，却不知道这泉里真正救命的东西。事半仙草，我环视四周昏暗的岩壁，果然在寒泉的最深处，有一抹幽蓝色的微光在摇曳。我再次潜入水中，那是一株长在白骨堆上的奇花，一根墨绿色的茎杆上顶着2朵紧紧缠绕在一起的蓝色花苞，晶莹剔透，如同鬼火。我一把扯下那株双生花，游回岸边，将那冰冷的花瓣在掌心狠狠揉碎，蓝色的汁液流淌出来，散发着一股令人眩晕的异香。我掀开姐姐的衣襟，露出那道宁不安画下的黑色墨线，粘稠的蓝色花枝沿着那道墨线一点点涂抹上去，奇迹发生了，没有血，也没有撕裂的伤口，我们就像是2块融合在一起的蜡，在高温下开始慢慢融化分离。那层原本坚不可摧的连接处，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退让，一种难以言喻的灼热感传遍全身。但是灵魂被硬生生扯开的战栗，姐姐在昏迷中颤抖了一下，我将剩下的花枝全部涂满。姐姐别怕，花开了，我们就自由了。随着最后一滴汁液渗入，我们2具身体中间突然爆发出刺眼的蓝光，将我们轻轻推向两边。那是一朵在暗夜里撑开的花，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根茎。意识随即陷入了一片混沌的黑暗，在睁眼时，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感袭来。我低下头，看见了一双完整的腿，不再残缺被挤压，而是修长有力、完好无损的双腿。寒泉水和双生花的药力重塑了我的身体，皮肤虽然依旧苍白，却透着冷玉般的光泽。我爬到水边，那张曾经如同恶鬼般的脸不见，我的五官变得舒展而凌厉，右眼的瞳孔因为吸收了双生花的毒性，变成了一抹妖异的幽蓝色。不远处，姐姐静静地躺着，她依旧美得像画中仙，只是像个没有生气的布娃娃，呼吸微弱，始终不愿意醒来。我也没指望她能立，她在情爱里碎了心，而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以后这路我替她走。我在洞穴里休整了3天，靠着吞噬潭底的银鱼恢复体力。这副新身体似乎继承了双生花的特性，不惧寒冷，力大无穷。我将姐姐背在背上，用藤蔓把她固定好。姐姐，该出去了。我抓着岩壁上湿滑的凸起，整个人如同一只黑色的壁虎，在这垂直的绝壁上飞速爬。重见天日的那一刻，阳光刺得我蓝瞳升腾，我没有停留，直接去了附近的乱葬岗，扒了2套刚下葬不久的死人衣裳，一套给我，一套给姐姐。黑衣裹身，斗笠遮面。我打听到宁不安不仅没死，还成了周员外的座上宾。今晚是周府的庆功宴，庆祝周员外得了延生秘方，也庆祝宁不安即将拿着3000两银子进京赶考。我找了一口别人不要的薄皮棺材，将姐姐放了进去。周府灯火通明，丝竹悦耳。宁不安换了一身华美锦袍，端着酒杯满面春风，在接受宾客的祝贺。宁公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听说那2个妖物坠崖，尸骨无存，真是大快人心。宁不安谦逊地笑着，哼，诸位言重了，那是周员外福泽深厚，邪不压正吧？赵府2扇厚重的大门被一股巨力硬生生撞开，砸烂了院中的假山。所有人都惊恐地看向门口，一口漆黑的棺材滑了进来，稳稳地停在了宴席正中央。棺材后走出一个戴着斗笠的黑衣人，周员外吓得酒杯落地。什么人？宁不安手按在腰间新配的宝剑上，装神弄鬼，给我拿下！10几个手持棍棒的护院一拥而上，我站在原地未动，只是微微抬手，那是宁不安送我的匕首，也是我在崖底磨了3天的獠牙。没有人看清我的动作，只听几声脆响，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护院手中的棍棒齐齐断裂，腕上都多了一道血线，捂着手惨叫倒地。这副身体的速度快的，我自己都觉得可怕。宁不安拔出剑，厉声喝道：“都退下！阁下究竟是谁？”我缓缓摘下斗笠，露出一张苍白如纸却美艳如妖的脸。宁公子，3天不见就不认识了。宁不安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住指着我哆嗦：“云喜，你是人是鬼？”我是来给你送行的。棺材盖忽然翻开，姐姐静静地躺在里面，旁边放着那把曾插在她肚子上的弯刀，还有一朵我特意带来的已经枯萎的幽冥双生花。当初你说要把我们分开卖，现在分开了，这买卖还做吗？我不等他回答，身形直接出现在周员外面前。周员外想跑，被我单手按住肩膀，动弹不得。这只手想要并蒂心，对吗？我声音轻柔，
手中匕首却毫不留情地挥下，周员外的右手齐腕而断。惨叫声响彻夜空，我转身看见已经下瘫在地，连剑都拿不稳的宁伯安。别急，还没轮到你。我舔了舔嘴角的血迹，冲他露出一个森然的笑。赵府乱作一团，宾客四散奔跑。突然，宁伯安扑通一声跪下了，不是跪我，是跪着爬向棺材。乐儿，乐儿，你醒醒！宁伯安声泪俱下，那演技足以骗过满天神佛。你妹妹疯了，她成魔了，我是被逼的，是周员外逼我这么做的。我心里一直只有你啊！他赌姐姐没死，赌姐姐会再一次成为他的挡箭牌。我没有阻止他，我就站在一旁看着这出闹剧。宁伯安扒着棺材眼，伸手去抓姐姐的手，哭得肝肠寸断。乐儿，你快起来看看我！我是你的宁郎啊，我们说好要成亲。就在他的手指即将碰到姐姐的那一刻，棺材里的眼睛睁开了。宁伯安面露狂喜。乐儿，你醒了，快啊，拦住他！快让你妹妹住手，她要杀我！姐姐没有说话，她只是静静的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看着他那张曾经让她魂牵梦萦的脸，如今写满了恐惧、算计和丑陋。她慢慢的坐起身。宁郎，宁郎，姐姐终于开口了，你说要我的心。宁伯安拼命摇头，不，我不要了，只要你活着，什么都不要了。姐姐嘴角勾起一抹凄凉的笑。可我的心已经在断头崖上，被你亲手挖出来了。宁伯安的表情凝固了，姐姐抬起手抚摸着宁伯安的脸颊。宁伯安以为他心软了。宁伯安，你看那是喜喜，以前你总说她丑，说她是毒瘤，可现在她多美啊！她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的魔鬼，而你是为了毁我才装成的圣人。姐姐的手猛地收回，像是碰到了什么脏东西。喜喜，我不爱他了，这里太脏了，我们回家吧。这一句话比杀了宁伯安还让他绝望。你不能这么对我！宁伯安彻底崩溃，面目狰狞，拔出藏在袖里的短弩，对准了姐姐的眉心。既然你不让我活，那就一起死！但我比他更快，我徒手抓住了那支弩箭，那淬了毒的箭头离姐姐的眼睛只有半寸。我反手将弩箭甩了出去，精准地钉穿了她握剑的右手手掌，将她死死钉在了身后的红柱子上。宁伯安惨叫着拼命挣扎，却动弹不得。地上那把周员外给他的3000两银票在他面前晃了晃。这是你卖我们的钱，对吗？宁伯安疼得满头冷汗，眼神惊恐。我拿起桌上的蜡烛，点燃了那叠银票，火苗窜起，映照着宁伯安绝望的瞳孔。我将燃烧的银票扔在他身上，火苗瞬间引燃了他。那身绯红色的锦，好，我不杀他，我要让他看着自己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化为灰烬，看着他这副引以为傲的皮囊在火中丑陋的扭曲。对于一个虚伪至极的人来说，身败名裂，一无所有的活着比死更痛苦。大火吞噬了赵府，火光映红了半个京都城的夜空。我背着姐姐走出了那扇破碎的大门，身后是喊叫声、救火声，还有宁伯安那歇斯底里的咒骂与哀嚎。但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了。街道上空无一人，打更的更夫看到我们，吓得丢下铜锣，大喊着有鬼跑远了。在世人眼里，我们确实比鬼还可怕。姐姐趴在我的肩头，西西，以前我总觉得离了你我就不完整了，离了男人我就活不下去，但现在我觉得这样挺好。我们是妖孽也好，是怪物也罢，但这世上再也没人能用爱来绑架我们，也没人能用刀来切割我们。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们走出了城门，向着茫茫的深山走去，那里有属于我们的寒泉，有属于我们的幽冥双生花。